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我们今天接着给大家解析《西游记》背后一些真实的事儿。咱们看《西游记》啊，这一路之上，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9981难，麻烦不少，好多的困难呢，不是孙悟空一个人能解决得了的。有的妖怪他打不动，有的妖怪他更惹不起。有人就说呀，说这些了不起的妖怪上头都有人，那都不是说他自己兴风作浪，所以一旦有解决不了的时候，孙悟空往往升天入地找帮手。什么人出现的频率最多呢？两个人，一个是太上老君，一个是观音菩萨。一旦要有难了，保准这俩人出现了，帮助孙悟空收拾这局面。所以说这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是《西游记》里头必不可少的狠角色。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是何居心帮助孙悟空。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它这个神仙体系啊，大致是这么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呢是玉皇大帝为首的，里头有这个太上老君、各路神仙。这个总体来说呢是道家的神仙系列。另一边呢是如来佛祖为首的，下边观音呢、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灵吉菩萨、地藏王菩萨，再加上什么18罗汉呢，这是佛家的势力，就是道和佛这么两派。你看道家尊崇是三清四帝，三清是谁呢？是太清太上老君、上清元始天尊、玉清多宝天尊，也有叫灵宝天尊，也有叫多宝道人的，叫法不一样。这为道，如来佛这边为佛。这个《西游记》原版里头啊，吴承恩写的这现象，说怎么这么多笔墨在佛道上呢？因为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历来是争夺世俗势力最为激烈的两个教派。我们都知道佛教呢是西汉汉平帝元年从这个天竺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但道教呢是中国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我们说任何一个宗教他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难免呢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争斗。那中国历史上呢有佛兴盛的时候，也有道兴盛的时候，但总体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当天下大乱的时候，往往这个道教就兴盛一点，当时太平时间长的时候，佛教的势力往往就兴盛。你看东汉时候我们都知道黄巾军张角信奉五斗米道，那是道教的一个雏形。天下一乱，为什么信道的多呢？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实现过政教合一。皇上他是世俗的最高领袖，但是宗教里他不是最高领袖。皇上叫什么？叫天子，就老天爷的儿子。那他是老天爷儿子，他上头不还有个爹叫老天吗？这老天谁掌握呢？有时候道教就给掌握过来了。所以谁要造反，想这个弄死这皇上，往往打个旗号叫替天行道。所以天下大乱，往往道教就成为一些造反者可以利用的工具。那等天下太平时间长了，往往佛教就上了。为什么呢？佛教不崇尚杀戮，不崇尚斗争，他不反抗统治者，所以任何一个世俗政权都希望你信佛，老老实实的别给我闹事儿。那么我们也知道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时候是大明，明朝这时候中央集权空前加强，那么这个时候统治者为了更好的控制老百姓，一般来说对佛教的尊崇要略大于道教。所以你看《西游记》里头争来争去，你发现如来佛那边占上风，就是这个佛居上道居下，也是当时的社会现象一种体现。但是他两个里头互相之间你争我夺，这事儿在当时特别多。一部《西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佛和道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你要不信，咱就分析前面我说那两个狠角色，观音菩萨和太上老君。观音菩萨是干嘛的？观音菩萨是西天取经的总策划，这个事儿就是他一手推进的。
当然是如来佛祖在背后是属于制片人，他算总策划。如来佛祖告诉他，你得想办法。为啥？咱现在这佛的影响啊，就在西天这儿，东土大唐那么多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咱得影响他。怎么办？说你硬往过推，得先搞个市场调查。这观音菩萨就到东土大唐搞市场调查。搞市场调查一看，这大唐这儿没人信这个佛教，他身边跟他的人都泄气，说菩萨咱别闹，没人信，咱推进不了。观音菩萨可不同意这观点，这是好事儿，正因为没人信，咱一旦把这拿过来，销量才大。所以这观音菩萨当时商业理念是非常先进，说这没人信，我们才有市场。他采用什么办法呢？擒贼先擒王。你不大唐没人信吗？要是皇上要信了，那可不得了，那下边谁敢不信呢？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导演了一出啊，唐太宗魂游地狱，这托梦返魂到这个阎罗王那儿，哎，唐太宗信了。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信啊。唐太宗先信了，他信了以后，那整个大唐上下大家都围着皇上转呢，最后就冒出唐僧转世投胎，从老陈家这儿最后当和尚，然后成了唐太宗的玉帝，西天取经，一下子变成什么呢？本来是佛教要把自己的影响向大唐推广，就我到你这卖东西来了，变成了唐僧呢奉命西天取经，上你那儿买去了，这比送货上门都实惠。所以观音菩萨这个策划水平是很高的，他就完成了初级的策划。有人说观音有那么大能耐，为什么他是狠角色呢？你看啊，《西游记》原著里边写，这观音到了大唐这块儿，看着个土地庙进去了，跟那土地说，我是佛祖派我来的，执行秘密任务，你就别问了，你把你地方你走，给我这会儿我办公，当2天我用你这地方。把土地爷吓得赶紧就撤了。其实观音管不着土地爷，为什么？土地爷归玉皇大帝管，你观音能耐再大，你别的部门的，你也不是我上司，不是我领导，你管不着我。那土地爷为什么怕他怕成那样呢？就足可见观音呢是个比较狠的人物。他说狠什么狠的？你看他不少庙里供观音，哎呦，慈眉善目的一个中年妇女形象，狠什么狠呢？其实不是，在佛教里头，观音是男神，是男的。后来到中国来之后，也不怎么一点点就变成了女的了。而且在《封神演义》里边呢，讲观音的前世叫慈航道人，手里拿一个清净琉璃瓶，这个瓶子可不得了，干嘛的呢？这个不管是人还是畜生，进他这瓶子里就化成血水，把你弄死，就是个挺狠的这么一位。后来呢，到了《西游记》里，由慈航道人转成观音菩萨了。他不光这个人是个狠角色，心思也歹毒。他怎么歹毒呢？西天取经这一道上经过的地方，总共无外乎给唐僧师徒4人制造麻烦的就3种势力。第一种势力呢是佛教内部势力，还有一种道派的势力，第3种势力是非佛非道的野势力，地方政权，你像白骨精了、蝎子精了这类的。那么对这3种势力呢，本来是有3种办法。第一种是武力消灭，你挡我道我就弄死你，像白骨精。第二种呢是咱讲和，那女儿国那国王虽然没跟你结婚，你让我们过去得了，讲和。第3种方式呢是咱们先讲和，实在讲不下来我再武力消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本来应该这样，这样也减少一些阻力。能讲和讲和，咱过去，咱目的是取经，也不是以消灭妖怪为主要目的。但是观音比较狠，告诉孙悟空，一律给我拿下，甭管什么佛内部的、道内部的地方野势力，沾上死碰上亡，这地方都是我的。他想干嘛？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把这些地方势力都消灭掉，这地盘就都成了佛教的地盘，准确来说，都成了观音菩萨的地方。因为这里头有不少佛教内部势力的，而这地盘既是佛教又是观音菩萨自个儿控制的，所以这一路之上，观音菩萨用这样的战略
你那么想啊，要真为取经，孙悟空筋斗云呐，10万8千里，背着唐僧嗖飞到大雷音寺完事了。他为什么还一步一步走呢？那就绝不在取经，而在于占地盘。我走这一道，把从东土大唐到西天之间这10万8千里的道上所有的地盘我都揽过来，都归我教派，归观音菩萨控制。所以观音菩萨这一道何止是取经的任务，占地盘，扩大佛教领地，扩大自己的个人势力。当然他要用孙悟空，孙悟空是个顶级的金牌杀手，金牌马仔，因为这个人不惹祸他难受，3天不打上房揭瓦，你反正我得收拾2个妖怪，我得打死2个，不打我难受。所以这是观音菩萨的最佳马仔。所以观音菩萨一道他是护着孙悟空的。为啥？地主护着长工，你把长工饿死了，把长工弄死了，谁给地主扛活？我剥削谁去？所以这观音菩萨护着孙悟空。那么你护着孙悟空有目的，就有另一派跟你目的不一样的要弄死孙悟空，那就玉皇大帝这一派，太上老君这派。因为孙猴想当年闹天宫的时候可没少祸害他们，说本来对他就有气，再一个这一趟是佛教扩大势力的过程，那你扩大的势力就意味着道教的地盘缩小了，所以道家不干他就要阻挠。怎么阻挠呢？首先擒贼先擒王，得把孙猴给灭了。我们前2期节目说到猪八戒，猪八戒其实就是派到取经队伍里一个特工，但猪八戒这人混蛋，带着任务下来了，一看有吃有喝的，最后还能成佛什么的，算了，此间乐不思蜀也，余则成我不干了，我直接归顺了得了。所以这猪八戒没用了。太上老君一看自己动手吧，怎么动手呢？派自己身边的人，咱都知道有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这俩人是什么？是太上老君的炉子烧炉子2个童儿。不是他俩跑到下界来，跑到一个地方叫平顶山。你看《西游记》原书里写的非常准确，他是拿着一张图下来的，这图上唐僧师徒4人像都画好了。这个银角大王呢，抓了唐僧，抓了沙僧，抓了猪八戒。金角大王都说抓错了。你看一般妖怪针对谁来？都针对唐僧吗？要吃他。哪有见唐僧说抓错的？目的就是针对孙悟空，要收拾他。结果也果不其然，孙猴和他们一照面，差点被金角大王移山倒海的法术给压死了。就他这能耐大在哪儿？太上老君给他的，给他指点你该怎么办。所以这一弄的话，孙悟空也没招了，只能找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一看这事儿，太上老君出来挡道来了，也告诉孙悟空该怎么弄。孙悟空小宇宙爆发，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通收拾，最后把这5件宝贝都给弄来了。到这时候，太上老君这厚脸皮劲儿上来了，就说我这2个童儿再失败，死就死了，我不管了，这宝贝是我的。太上老君厚着脸皮出来要宝贝。你就想想，他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赶孙悟空把他们打赢他再出来，他不闲的吗？他出来跟孙悟空说，哎呀，这是我下边2个童儿，正好我抓不着他，收拾你替我收拾，我谢谢你，把宝贝赶紧还给我吧。再说这不是我干的事啊，是菩萨为考验你。你看这又挑拨离间，他还没说是哪个菩萨，那孙悟空一想就观音呢，那还能谁呀？这倒霉观音他怎么这么收拾我呢？他还挑拨离间。你要说这一个事儿不足以证明太上老君想弄死孙悟空，要跟观音菩萨争地盘。还有个事儿特别典型，太上老君一看派别人也不放心，派自己的坐骑那个青牛。这个历史上有这真事儿，就老子啊，在现在这个陕西函谷关从那儿出去的，叫骑青牛过函谷，青牛西去，紫气东来。这个青牛是老子的坐骑。在天上下来了，青牛精带着太上老君最厉害一个宝贝，一个金刚圈。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金刚圈厉害到什么程度？你什么宝贝扔过来都能给你收了。所以打这孙悟空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这青牛精孙悟空还叫嚣，指着孙悟空鼻子：“你们上头有人吗？你找去吧，你找谁我灭谁，找谁我灭谁。”孙悟空一看没招了，找如来佛祖吧，他能耐最大。如来佛祖说：“哎呀，这事儿我不好跟你说，
如来佛祖知道这青牛精是太上老君的坐骑，他出来挑事儿的就代表着太上老君，我要收拾他，这我不就得罪太上老君了吗？佛祖和道祖两派要争起来，那这就是第3次第4次世界大战了，这收拾不住局面了。所以如来佛祖轻易不肯抓破这脸儿，还得想办法呀。因为孙悟空是他扶持个傀儡替他取经的，想来想去，如来佛祖想个办法，这么着，我呀让18罗汉跟你下去收拾他，带着金丹砂来打这妖精。他这么安排完了，又跟18罗汉说，你们注意啊，要真收拾不了这妖精，你赶紧找太上老君，你求他。因为如来佛祖知道背后这事儿，带了18颗金丹砂往下一打，人家金刚圈一拿，歘，把金丹砂收走了。这时候没招了，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出面了，行啊，我管吧，这是我们家这畜生，快现原形。金刚圈一收，驾着青牛精上天了。哎，有钱能使鬼推磨。你知道金丹砂是什么吗？一颗这么大点金丹砂相当于一座金山，等于如来佛祖用18座金山来贿赂太上老君，这是买路财。我给你18座金山，你赶紧放唐僧师徒走。太上老君也财迷，18座金山，行了，甭杀他了，你赶紧走吧。就这么把他给放了。你听着我说这，你觉得没道理，你把《西游记》原著打开，你看看我说这是不是真事儿？他为什么吴承恩这么写呢？最后咱得跟大家说，当时佛道两家都想和世俗政权搭钩来争夺地盘，这里边难免有贿赂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事儿。所以吴承恩也是借用这个笔墨来讽刺一下当时入了俗的佛道两家好多背后的一些勾当。当然他这是说道家太上老君贪财，他后边也没惯如来佛祖。那么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最后要把那经书拿出时候，那两个尊者是有没有什么人事啊？所以吴承恩在这里头哪家也没惯着，他写的是宗教我们说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很大程度是一种哲学思维，但是一变成宗教了呢，着了世俗相呢，他肯定就要扩大自己的地盘。你假如说佛本身要普度众生，要散财的话，那他何必敛财呢？很多这个庙里头，你看让你敬献香火供奉，他有很多钱，这是违背佛家思想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你认为精妙的佛家思想当作佛教的世俗表现。它既然进了世俗表现，就必然有丑有美有善有恶。而在那种专制的压库之下呢，佛道两家为了获得更大的资源，很可能就有一些不太道德不太美观的事情出现。所以吴承恩笔下描写的就是那个时期佛道的一些阴暗的地方。所以我们翻开《西游记》，其实呢，你可以把明朝时候那些社会现象，通过他皮里阳秋的这种描写方式，看到背后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给大家讲中国古代很出名的一种韬略，叫36计。这36计呢，咱们很多人一看什么上屋抽屉、欲擒故纵这围魏救赵趁火打劫、借刀杀人、瞒天过海，说这里头东西都是成语，有些呢还跟什么古代的周易孙子兵法能联系上。说看来这36计有年头了，其实不是。36计真正形成完整的这么一本书，是在明清时期才形成，就算是明末清初时候才有这个，当时还是作为呢不是单行本，而是一部分附到别的书后头。到大清的时候呢，这才单独的单行本36计才出来。所以36计有很多的计策呢，并不是根据上古时候的事来的，而往往和明清时期流传的一些小说民间故事都能挂上钩。你像今天我们说这一计，其实就是根据明代的小说里边一个情节来的。哪本小说呢？《西游记》。哪一计呢？趁火打劫。书上说了8个字，叫敌之害大，救势取利。就是敌对方呢，他出了大麻烦了，
出大事了，就事取利，我借着乱乎劲儿我捞一把，这叫趁火打劫。那有人说，那为什么非叫趁火打劫呢？趁水打劫不行吗？发大水的时候，趁地震打劫不行吗？趁埃博拉病毒打劫不行吗？他为什么就叫趁火打劫呢？这就是我刚才说他取自《西游记》一个故事。哪个故事呢？咱们看过8、6版《西游记》连续剧都知道，有一集叫祸起观音院。就说这个唐僧师徒取经啊，经过了这个观音院这地方，都是佛门同道在这儿住。这观音院的主持呢叫金池长老。金池长老一看这个袈裟真是宝贝，这眼睛就掉里了，拔不出来了。就这么金池长老呢，从唐僧那把这个锦兰袈裟带回自己的卧室，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说这个跟徒弟说，我想多看2天。那徒弟说，师傅啊，那你就留着唐长老住呗，想多看1日便多留他住1日，想多看10日便多留他住10日。这时候长老一句话把内心世界暴露了。这时候金池长老取了3毒了。何谓3毒呢？佛教讲贪嗔痴为3毒，这长老全犯了。首先一个迷上这袈裟了，犯了痴字；第二个想留得长久，据为己有，犯了贪字；第三个怎么能据为己有长久呢？想把唐僧给杀了，犯了嗔字，就动怒念，动恶念了。他想个什么招呢？这个金池长老执行力够强的，马上让徒弟去找柴火，干嘛？要把唐僧住的屋烧着了。说白了，就把你师徒4人都烧死了。然后这袈裟他不就留得长久吗？所以出家的长老这么恶毒，他肯定遭报应。孙悟空神通广大呀，把这过程都听来了。孙悟空这也挺毒，他想个啥办法？说我要跟我们师徒4人说走就走了吧，这不解恨。你是害不着我们了，但我得想法惩罚你。他想个什么办法呢？你烧你就烧，我不管。他到这个天上找4大天王，赤果天王、广目天王、增长天王、多闻天王。广目天王呢，拿把伞，大伙儿记得吧？这伞叫什么呢？学名叫避火罩。就是你把这伞往这上面一拿，火水都侵犯不了你。他把这避火罩拿来，就凑到唐僧师徒4人住这屋上。所以就是烧，你别的地方噼里啪啦都着成火海的，避火罩底下安然无恙，啥事没有。唐僧的和猪八戒、沙僧呲儿呼睡得还挺香。结果这一烧，这个地方是没事的。孙悟空也坏了，他在外边开始呼吹风，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火烧开了，结果把观音院整个都烧了，就把金池长老这老家都给烧没了。这长老惊慌失措，最后跌到火堆里也死了。那么这个袈裟可在金池长老手呢。等孙悟空把这些事办完，再找这袈裟没了。老和尚也有俩朋友，在附近有黑风洞，黑风洞山上呢有个黑熊怪，叫黑熊，修炼成精了。这个黑熊怪呢跟老和尚关系不错。这天晚上一看观音院这火着的，搂都搂不住了，这都出大事了。黑熊怪一想，老和尚有不少宝贝啊，这样都给烧了，说可惜了，我借这机会我捞点。所以黑熊怪借着这火势就来了。所以这黑熊怪的行为是啥呢？这就叫趁火打劫，借着这股火着，反正我借机会捞点便宜。所以这个故事呢，后来形成36计趁火打劫的一个原型故事。趁火打劫，趁火打劫，就指着祸起观音院这一把火。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你能看出来了，要想避免被趁火打劫，最关键是你得别着火，也就是说你这别出事儿。哪儿出事？内部。就内部如果不乱阵脚的话，对方是没法趁火打劫的。那么咱刚才说这个呢，这是个神话故事啊，你要跟现实勾连。中国历史上你翻开
王朝兴替时候啊，趁火打劫的事遍地都是。最大的一次趁火打劫是什么呢？就是明亡清盛这个过程。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是最大趁火打劫呢？本来啊，这个大清那时候叫后金，就努尔哈赤建后金，完皇太极立大清国号。那么当时的这个后金呢，对这个大明天下觊觎已久，而且后金的力量在努尔哈赤的带动之下呢，越来越强大。努尔哈赤呢，找机会就说我对大明王朝有7大恨，1、2、3，就是列举历史上这些个恩怨。说是7大恨，说要报仇，其实是想呢冲出山海关，占领中原。那个时候大明呢，虽然说整体形势是往下走，但是军事实力依然不可小觑。所以双方打来打去呢，努尔哈赤呢带领着后金呢势如破竹，打了不少胜仗。可是将要打到山海关的时候，大明的一位出名的将领袁崇焕带领自己部队跟努尔哈赤相视上，僵持。这个时候后金包括后来皇太极一看，一时半会儿是动不了，就大明还是残存势力挺强，那咱别动了，等吧。等啥？等机会。所谓等机会，等的是什么呢？看你大明后院如何起火。因为大明王朝那时候已经处在风雨飘摇当中，说白了，我不跟你打，我等你里头出事儿。等着等着，他里边真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呢？这里头啊，大明崇祯皇帝上来，为了能够振兴明朝，他国库空虚啊，要钱呢，开始收赋税。可是收税是收税，下边执行这些官吏早已经严重的贪污腐败，所以上头一说收税，加倍的搜刮老百姓，弄得老百姓没活路了。就是我在这挺着，那我就得饿死，那我还起了造反争一下吧，志不济把我砍头了，我也是死，那得作一作，闹一闹。所以各个地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几股大的起义军闹起来了。闹起来，大明一看呢，这不行啊，但是他依然有这韬略，把最精锐的骑兵呢布防到山海关一带，防备这个后金打下来。然后呢，把这边的大将孙传庭撤回来，让孙传庭到西北剿匪，说白了就剿灭农民起义军。孙传庭是个有本事的人，而且那阵大明国力还可以。两军阵前交锋呢，先是剿灭了高迎祥闯王，后来又收服了张献宗，然后又把新闯王李自成给打得稀里哗啦，屁滚尿流。李自成带着17个人跑进陕西商洛山躲去了，就根本不是大明正规军对手，起义军都是乌合之众。本来这个时候挺好的，你就按照这个势头发展没问题。可是大明内部又起了第二把火，什么火呢？内部不和，有人嫉妒孙传庭立的大功，就在崇祯皇帝面前进谗言，说孙传庭啊，本来在辽东那就是将领，势力就大，这回又剿灭叛贼，据说和叛贼有勾结，这势力从西北连到东北，这将来天下就是他的了。崇祯皇帝害怕，听这谗言，结果把孙传庭投到监狱去了，抓起来了。他这一抓起来，没人剿灭农民起义军了，李自成得到喘息之机，再加上老百姓对大明王朝确实不满，这个人心向背是非常关键。等李自成再揭竿而起，哗啦哗啦，老百姓又过来，这时候再打，大明一看没人能打仗啊，赶紧把孙传庭从监狱里放出来再打。可再打时候不是那个时候了，为啥？连大明军队都不愿意给明朝效力了。而且老百姓这时候被压迫的非常狠，反抗的劲头非常强，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乌合之众，势成水火，这造反是遍地连到一块儿了。李自成顺利打得开封，后来打洛阳杀福王朱常洛，最终又是得了很多这个粮饷、金银财宝，势力1000大，最终打进北京。李自成兵长驱直入，打进北京，把崇祯皇帝逼的在煤山上吊。那么可以说，大明朝廷里头后院起火，第一个趁火打劫的受益者是李自成。要没有他内部斗争，李自成不可能那么快就打进北京。那么打进北京之后，整个这个形势
受益者就转到了大清这边，皇太极他们这边。为啥呢？皇太极这时候等着，终于等到山海关以里汉族的天下乱套了。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这个吴三桂呢，统领4万雄兵，驻扎在山海关。本来吴三桂呢也知道大明王朝挺不多长时间，一看李自成攻进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双方一谈呢，吴三桂说得了，我带这么些兵呢，我也有势力，我想图荣华富贵，我投降李自成，不给大明效力，那都要死的政权了，要他干嘛？吴三桂带着兵要往北京走的时候，从北京那传来消息，不是北京城乱套了。吴三桂他家不在北京吗？他爹让农民起义军给打了，家里让起义军抢了，他一个爱妾陈圆圆还让这个刘宗敏给霸占了。刘宗敏就李自成手底下大将。吴三桂一听，我这回去干嘛呀？我回去也得挨收拾。所以吴三桂干脆转身带兵回山海关，跟李自成掰了，跟你对着干吧。所以这后来才有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什么意思？冲冠一怒为红颜，说是为陈圆圆，那都胡说呢。是吴三桂审时度势，不可能为一个女人他做出这么大举动。痛哭六军俱缟素呢，咱出师得有名啊，马上都穿白挂孝。为啥？给崇祯皇帝吊孝啊！我忠于大明，这个你让李自成给逼死了，我得给你报仇。可是说报仇，李自成那边知道吴三桂这4万人造反了，亲提雄兵10万往山海关镇压吴三桂。因为咱知道从北京到山海关很近的，吴三桂一算自个儿4万，人家10万，打不过人家。这时候吴三桂琢磨了，哎呀，反正有奶就是娘吧。这边呢就是皇太极，就大清，我向大清求援嘛。所以第一次趁火打劫是利用吴三桂自身难保，逼他降清。吴三桂没办法了，把旗帜也换了，换成清朝的旗帜，头发也剃了，这4万汉兵算是投降了这个大清。这样呢，第一次趁火打劫，皇太极呢把吴三桂的士兵并过来。那第二次趁火打劫，这个手段更高。这不李自成大军来了吗？跟吴三桂就打起来了。吴三桂觉得有底气，大清帮我了，打吧。吴三桂这个正规军呢，4万挺厉害，跟李自成这10万兵力就僵持。所以你看这个趁火打劫这一计，大清用的非常好。好在哪儿呢？他能坐等时机，等到你着火，而且他在着火最紧要的时候，作为一个砝码，抓住你的薄弱环节来要挟你，最终他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咱们说趁火打劫的关键在于你着火，人家才有机会。有的人说那这着火咱别让他着呗，这很难避免，因为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难免有疏漏有纰漏。你说你啥错误不犯很难。诸葛亮厉害吗？那还重用马谡失街亭，没招摆空城计呢。所以就说内部出现纰漏，出现点这个祸患难以避免。那么怎么样能够减少损失呢？就是趁火打劫，你想让别人不抓这机会很难，那怎么能够减少打劫的损失呢？你自个儿得谨慎，时刻保持警惕，轻易不能冒险。在现代世界上，趁火打劫例子也很多，这种趁火打劫与反打劫之间的较量都有。你看比较典型的，咱们都知道90年代末期时候有个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提东南亚金融危机，很多人想到一个人，乔治索罗斯，金融界大鳄，说就是他弄的。他采用一些阴谋诡计，洗劫东南亚金融界，最后弄得好多人都跳楼，他挣了好几十亿美金，每一分钱都沾上东南亚人民的鲜血，很多人恨他。但其实索罗斯是个什么人？金融领域了不起个专家。他为什么能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你东南亚本身的金融体系毛病就大。你看一开始索罗斯盯着哪儿？盯着泰国。为什么他盯着泰国呢？泰国当时的经济就出现泡沫，本来这个国家底子不那么厚，到处搞基本建设，又是起大高楼又建铁路的，搞得红红火火的，老百姓疯狂的投资买房子呀炒股就说经济泡沫一出现了，你的底儿没那么厚，是兜不住的。
97年，索罗斯就发现这国家底儿不厚，有机可乘。他采用什么方式呢？大量的囤积泰铢，就泰国的货币泰铢，然后到一定程度往出放抛售。他动员了国际上很多金融公司，也是纠集了几十亿美金来的，气势汹汹的。结果泰国把所有的外汇储备拿出，挡不住了，一瞬间泰铢贬值啊，急转直下，老百姓跳楼一堆。为啥跳楼？你那么想，假如说买房子，我用了20万泰铢，结果泰铢一下贬值了，我这房子不值钱了，我想上银行我还贷着款呢，可是泰铢一贬值呢，我再还那些不行了，得成倍还，我这房子价值还没涨。你说资产原来有栋房子，现在变负资产了，我到底给银行钱都不够。你说有受不了的不得跳楼吗？炒股今天这样明天这样，谁也受不了。所以那时间东南亚各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带着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全跟着倒霉。而最后索罗斯呢，带走了几十亿美金。很多人骂呀，索罗斯缺德呀，其实你没法骂他，为啥？人家是抓住你的漏洞来，就是你的金融体系和你的经济发展本身的危机就很大。所以自那以后呢，东南亚各个国家对于这次金融危机基于优势，对经济发展各方面的管控要比原先合理多。所以你不能说索罗斯如何，他最多算缺德，他人家不违法，你也拿着没办法。所以说趁火打劫，关键你自己的本事够不够硬。当你发现有危险的时候，能不能及时把危险控制到最低程度，而你不去冒险，这个很关键。但是说这个呢，总体来说呢是想获取自己利益，但是你要把它用到一些正当领域，把它用到商战上或者其他方面，你给自己的正当利益来自己做一番谋略，这还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趁火打劫呢，无非是个双刃剑。你用它行善那就是好事，用它作恶那就是坏事。也就是说，中国古代36计好多计谋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它有多精妙，要看你是行善还是行恶。所以这事儿给大伙剖析呢，不是教大家怎么用这事儿作恶，你好好琢磨琢磨，要能识别出对方要对你趁火打劫，咱早点防范也是好的。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